确实，是不是在黑暗中见不得光的都贵啊？对，我去，这段给掐了啊，不要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欢聚的美食空间。我们的宗旨是给你爱的人做一道爱吃的菜。那么今天我们做什么呢？粤菜里边的一道我非常喜欢的主食——豉油黄炒面。那现在我们介绍一下食材啊，我们终于买到了这种鸡蛋面，其实这个叫竹升面啊。然后我们香葱、韭黄、洋葱，然后还有银芽啊。银芽我们其实也没买到，我们是今天早上跟摄影师一块买的是绿豆芽，然后我们自己掐的啊。就银芽也叫掐菜。摄影师，你掐完这个银芽你什么感觉？挺麻烦，一根一根掐。掐工你现在有长进了啊！我们为了大家服务，必须给做到完美。然后还有一个，这个韭黄。韭黄如果要是买不到的话，也可以用蒜黄代替啊。哎，摄影师，你知道这个韭黄跟蒜黄有什么区别吗？不知道。那我现在告诉你，你能印象深吗？能。韭黄跟蒜黄其实，你看一个韭一个蒜，其实它两个就不是一个东西啊，但是也可以代替。其实这个韭黄跟韭菜是近亲。韭黄为什么是这种颜色啊？你看韭菜是绿的，它经受了光合作用。这个韭黄呢，是在黑暗中长大的，它没有经过光合作用。相对来说，韭黄要比韭菜贵很多啊。摄影师，是不是在黑暗中见不得光的都贵啊？对。我去，这段给掐了啊，不要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加工。那我们先加工一下面啊。我们终于买到了这个竹升面啊，广东的这个鸡蛋面。那我们要先把这个面给打一下。什么叫打？哎，我们这水开了啊，水开了，其实就可以把这个火给关了啊。来，我们进入热水，大概让它浸泡3分钟啊。摄影师，咱们刚才接着说，这个打这个字，你是不是认为很神奇？你认不认为很神奇？神奇。打，你可以是打架、打人。你看，那基于这个打，你看就是把它给是不是打散？包括你看，我们去上海，比如说打个头，哎，其实是洗头，真的很神奇。你琢磨吧，这中国这文字真是博大精深。所以大家在给我们评论回复的时候，要写留言的时候，注意一下用词啊。来，你看，哎，摄影师这个镜头，我觉得近一点啊。来，你看我们现在就是这个筷子，你也可以说是拨哈。其实你看，那人家用的是打散。现在我们是关火状态啊，这个水是开的。我们这个面，你看相对来说还是细一点，如果要是再粗一点，可能就更好了。然后不管是我们买的这个面粗还是细啊，我觉得大家在水里浸泡的就是这个时间，还是按照它那个包装说明书上来。我们现在这个细面大概3到5分钟，来浸泡一下，稍后回来。好，那我们这个面浸泡了5分钟啊，时间到了啊。大家看一眼，就是这种状态啊。哎呀，其实摄影师，你看我刚才说泡3个球，你说非得泡4个球，你要吃多少？你看这泡完了很多啊。来，我们把泡完的面放在一个屉上面，把它给晾一下啊。豉油黄炒面呢，主打的其实就是一个清爽，所以说我们要让它晾一下，把它这个水分都给它控掉。夏天如果要是有条件，家里要有电扇的情况下，我觉得拿那个风扇吹一下，让它更快的干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晾它一下，马上我们就可以炒豉油黄炒面了。那我们趁着打面的这个功夫啊，然后我们加工一下食材。食材呢很简单，那我们就先从洋葱开始吧。洋葱那就是切丝就可以了啊，我们提前包好了。中间切开，然后这个洋葱切丝呢，我们把这个连的这个部分，这个头的部分啊，然后我们给它去一下，然后就是它可以直接成丝了。然后切洋葱丝的时候，我们就直接这么顶刀切就可以了啊。但是如果你看你第一刀要是这么下来，它是不是一个片儿？摄影师，你看，对吧？所以说我们可以把刀给斜一下啊，先斜一下，然后顺着到这儿，我们再直刀。来看一眼，我快点切了啊，看，哎，到这儿我们就直刀了。切到这个后面，我们把它给调过来，一样啊。好，那我们这个洋葱丝就可以了，然后放在料头里，这个我们直接抓一下啊，把它给抓散。洋葱加工完了，然后我们香葱啊，香葱我们也是提前洗干净了。然后香葱呢，我们分2个部分啊，这个头大概就是切的比一般的葱度要长一点，是2倍吧。来，好。这个前面的这个部分呢，我们跟洋葱放在一起，待会儿一起炒了啊。然后后面还有葱绿部分，葱绿部分我们单放。单放的目的呢，就是一会儿炒面基本上炒好了之后，我们和韭黄一同放进去，然后增一下它的出锅的香味儿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还有韭黄啊，韭黄跟刚才我们的葱切的长度大概差不多啊。这个韭黄或者是买不到韭黄用蒜黄非常重要，它的香气是豉油黄炒面的点睛之笔，不可缺少啊。我们食材加工完了，那我们现在下一步呢，调一个豉油黄。为什么叫豉油黄？这是知道吗？
你看黄呢是皇帝的皇啊，也有人管它叫豉油王，是大王的王，那就是用你心目中最顶级的酱油，我们调这个豉油王。我们是这样啊，生抽大概我们这个瓶的茶匙大概3茶匙吧，3茶匙。好，老抽来2茶匙先。这个老抽我不确定是不是够啊，我们先来2茶匙，待会儿我们在炒制的过程中，然后我们看情况，我觉得应该再加一点，因为这种面我还真没炒过，以前我们炒的是相对粗一点的面。然后下面再来1茶匙的味极鲜，最后我们再来一点点蚝油啊，蚝油来半茶匙就够了，把它搅匀，这就是所谓的我们的豉油黄。好，放在一旁。那我们现在看一眼我们的这个面啊，面感觉怎么样？我的感觉啊，我这手触的，我觉得还是不够干爽，就是这样，我觉得还是会有点黏。那我们往上边来点油啊，来点油拌一下。我们现在做的所有的目的，其实都是为了让待会儿我们在炒的时候不粘锅，再让它静置一下。好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干嘛？我们现在先炒一下银芽和洋葱，把炒锅烧热啊，烧热一下，那我们倒入植物油。好，我们现在油温上来了，油温上来之后，我们把银芽先倒入啊。我们把我们的洋葱和这个香葱也倒进来。这个时候我们撒一点点盐啊，一点点就够。其实这个炒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现在这样基本上就可以了，一个断生的程度。我们现在先把它盛出来。就放在一个器皿里吧就可以了。原则上我们的这个配料有点多啊，就是多吃点吧。好，我们炒锅回来，现在开始炒面啊。我们把炒锅烧热，炒锅烧热一点，然后我们倒入植物油。这个时候油相对来说可以多一点点啊。哎，我们炒1份的面，可能会粘锅啊，会不会粘锅？沈老师？不知道呢。好，我们现在把面放入，其实我们这油现在来说还有点少了，我们再加一点点，顺着锅边放吧，中小火啊，比中火小一点，比小火稍微的大一点点。这个面相对来说要让它干爽一点，然后我们煎一下，就是要让它这个底有一点那个焦的感觉，吃起来更好吃。哎，你看现在我们的这个面的状态啊，这就叫不粘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这个状态呢，我们要给它翻一下面儿，这个底下要给它煎的焦一点，但是也不要特别的焦。哎呀，这现在又想起来我们之前翻车的两面黄了啊！不要紧，我们下一次马上就拿这个面给大家补一个海鲜两面黄。走，翻了啊！啊，看见没有？就是这个时候，其实我们还可以再加一点点油，就顺着这个边啊让它下来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个中间把它给打散一点。你看这个现在上面有一点焦了，看见了没有？我们一会儿吃的时候会非常的爽滑，而且还有一些焦香感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刚才的银芽、洋葱放入。好，就是这种调炒的状态。一边调一边炒啊！好，现在我们开中火，就是比刚才的火要稍微的大一点点。这个时候把我们的豉油黄倒入，好，现在可以开一下大火。现在开大火，我们那个炒面就是要一下让它那个鑊气，所谓的锅气上来。哎，摄影师感觉一下有没有食欲？来一柱，一共也没2柱啊！哎，我们把盘子放这边，准备出锅了啊！我们说了，出锅之前我们香葱的葱绿，然后还有最关键的增味点睛的韭黄。你看我们这个锅边有一点，其实它贴着锅的这种焦，其实是最好吃的啊！好，这样我们可以关火出锅。干爽的豉油黄炒面。好，成功。那今天我们这个浓香四溢的豉油黄炒面就成功了啊！你学会了吗？
学会了别忘了给你爱的人做起来吧。喜欢我们别忘了给我们点赞关注，这对我们非常重要。今天这个面真的是忍不住想尝一尝啊，摄影师可以吧？可以。绝妙，做起来吧。